这是清东陵的清玉陵，也是乾隆皇帝和他2个皇后、3个贵妃的合葬墓。其实清朝一共有12个皇帝，这12个皇帝葬在了3个不同的地方。葬在清东陵的有顺治、康熙、乾隆、咸丰和同治，而葬在清西陵的是雍正、嘉庆、道光、光绪和宣统。另外，清朝最早的2个皇帝葬在了关外。至于这么多皇帝为什么会选择葬在不同的地方，也有很多的故事和说法。乾隆帝的陵墓是在清东陵，而他父亲雍正皇帝却在清西陵。本来乾隆打算死后也是随父亲一起在清西陵的，但是最后他想到，如果子孙们都效仿他，相继葬入清西陵，则东陵势必香火冷落，于是他把自己的陵墓选择在了清东陵。而自乾隆开始就形成了父在东陵，子在西陵的分葬格局。乾隆在位期间是清朝最后一个顶峰，他的陵墓当然要比前代的帝陵高大上。可以说整个乾隆陵墓的雄伟与豪华程度居清朝的帝陵之首，尤其是这里的地宫，俨然是一座庄严肃穆的地下佛堂。前面这边就是乾隆陵，这个比慈禧陵要大很多感觉。在清东陵里，乾隆的陵墓离慈禧的陵墓并不是很远，走着就可以过去。乾隆御陵自南向北的建筑分别为5孔桥、10巷生、牌楼门、1孔桥、东西朝房、3路3孔桥和东西平桥、隆恩殿、3路1孔桥、2柱门、明楼和地宫。整个的占地面积非常的大。跟着我一起参观一下这个乾隆的御陵。这是清东陵的乾隆墓，一起来看一看。这个是小碑楼，还是很热的。一起走一走看一看。前面是3路3孔桥。这个御陵建成于乾隆17年，也就是1752年，一共花费了9年的时间，耗费银两200多万。除了葬有乾隆帝本人，还有2位皇后和3位皇贵妃，这几位都是他最心爱的女人，分别在1752年、1757年和1775年先后入葬，而乾隆本人直到1799年才入葬。因为乾隆活到了89岁，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。听一听这个电子导游旅行随身听的介绍。隆恩殿以10几根粗壮的金丝楠木为基础，据说隆恩殿金丝楠木是乾隆从明13陵中盗来的，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金丝楠木非常珍贵，百年不腐。乾隆给自己修墓时，已经很难搜寻到金丝楠木。于是听从工部尚书的建议，重新整修明朝13陵，而实际上是替换明朝皇帝陵墓的金丝楠木，给自己修墓提供金丝楠木料。但为什么隆恩殿只供奉了2个皇后的牌位？其中有一段乾隆皇帝的传闻。隆恩殿中的2位皇后大家也不陌生，第一位孝贤纯皇后富察氏是乾隆的原配，16岁时嫁给弘历，2人是从弘历当王爷的时候开始积累的感情。富察氏一路陪乾隆走向权力的巅峰，感情肯定不用多说。但是富察氏37岁的时候便早早的去世了。据说富察皇后去世后，乾隆悲痛不已，写下很多首诗来怀念他心里的白月光富察氏。隆恩殿里墙壁上一组红色字体的诗句，就是乾隆来这里写下的诗。这个隆恩殿里都是金丝楠木的大柱子。要知道，这一根粗大的金丝楠木柱子就价值连城。这个妃子叫温淑贵妃，她是康熙皇帝。这个妃子呢，历史上
现在这个大厅里展出的文物是温熹贵妃地宫里的，在2015年发生的一个盗墓大案中被追讨回来的文物。这是温熹贵妃地宫出土的金器，镂空的。马兰峪这个地方可以这么说，它产黄金、产白银，而且对这个黄金白银的做工是很精美的了。马兰小镇呢，包括咱们那个2005年那什么会来着？这是乾隆的书之过历，这是亲自书写的一篇自省文章，这个字写的不错。乾隆帝的名字叫爱新觉罗弘历，他也是清朝的第6位皇帝，也是入关之后的第4位皇帝。他25岁登基，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掌国家最高权力时间最长的皇帝，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，活到了89岁。这是隆恩殿后面的3路1孔桥，桥的后面是琉璃门，从这里过去就是乾隆帝的墓地部分了。来看一看里面的实拍过程。后来据说因为后宫争风吃醋现象严重，一些妃子为了不让自己失宠，故意谋害其他妃子和孩子，导致宫内死数量下降，而门丁的丁和男丁的丁发音相同，宫里人认为有希望死的意思。二柱门，游客朋友进入陵寝门，我们可以看到神道上一座迎面而立的二柱门，二柱门由2根高大的4棱柱形的石柱和一个夹楼构成，每一根石柱的顶部是一只蹲着仰望天空的龙，俗称望天猴。古代的望天猴代表一种吉祥威武，据说望天猴是龙王的儿子，能够驱邪避凶，因为喜欢守望，常常发出令人震撼的吼声。古人将其看作是上传天意，下达民情。细心的朋友会发现，天安门前的砝庙顶端有2只瑞兽，它们就是望天猴。15供，有个朋友，15供是一种演似佛教的祭祀礼器，最早发现于永乐大帝的长陵，后来成为传承沿用的陵墓规制。明清时期，皇帝、皇后和妃嫔们到陵墓祭拜祖先，都要在15供前奠酒举哀。15供祭台上，祭台为须弥座，摆放着一个香炉、2个花瓶和2个烛台，上面刻着非常精美的图案。史料记载，15供最早源自佛教中的3具足。前面就是乾隆的地宫了，这也是清东陵里面非常值得参观的一个地方。从墙壁到墓中顶部，密密麻麻雕刻有石像、文字、经文、4大天王和佛像，刻这些东西就用了3年时间，耗费1万两白银。玉陵的奢华程度堪称清陵之最，因此也有中国唯一一座地下佛堂的美誉。玉陵地宫内葬有乾隆皇帝、富察氏皇后、魏佳氏皇后以及惠贤皇贵妃、哲敏皇贵妃和舒家皇贵妃。玉陵是清代陵寝中最奢华也最具文化内涵的地宫，但就是这座最豪华的地宫，却也是清陵中结局最惨的陵墓。您进入玉陵地宫，可以看到头道石门2侧的雕刻，4大天王手执利器，纹理分明，栩栩如生。这个地宫是由4道石门组成，整个的进深54米，每扇门都是用整块石料制成的，上面都刻着各种菩萨立像。4道石门有8大菩萨像，整个墙壁、房顶都用梵文镌刻着各种佛经咒语。这些石雕形象生动，布局严谨，刻技精湛，被誉为石雕的艺术宝库。进入地宫，仿佛穿越了时空，走进了一座地下艺术佛堂。地宫内有4道大门，有3个大堂，每个堂内都布满了
各种各样精美的佛教题材雕刻，还有3万多字的藏文、梵文的经咒。这些经咒布满了地宫的各个角落。最里面就是地宫的最后一个大堂，这里面葬有乾隆帝本人、2个皇后、3位皇贵妃。这几位皇后、皇妃都是先于他入葬的。虽然乾隆皇帝建造了这个豪华的陵寝和地宫，安葬了自己和皇妃，可惜的是1928年孙殿英指使手下盗掘了慈禧东陵和乾隆御陵。据说孙殿英带兵进入地宫时，竟然发现乾隆的棺椁顶住了第4道石门，这个就是用火药炸开的石门。看一看这通道、石壁、房顶上的精美石雕。据说乾隆里面的陪葬品都是以字画、象牙、玉石、瓷器、宝剑为主，其中字画占的最多，而金银器皿这些比较少，没有慈禧墓里的多。关于盗墓的事，故事就太多了。从地宫原路出来，上面就是宝城和明楼，不过好像这后面过不去了。80年代王文良吧？啊，王文良，对对对，现在还能连上。王文良好像没了吧？感觉在清东陵里面做这种小买卖的人也都是专家，随便聊聊天就能听到很多有趣的历史往事。清东陵的旧照片，这是真实照片，他这个，因为他现在已经出不来了。这里有很多珍贵的书籍和照片。这都是他亲自个儿拍的老照片，这都。乾隆帝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位赫赫有名的皇帝，他在位期间，清朝达到了康乾盛世以来的最高峰。接下来前往康熙的景陵和孝陵，还可以看到祈福大典。